大家好，好久不见了，老王又诈尸了。今天再给大家更新一期内容，我们讲一下怎么在本地部署一个私有的大语言模型。一般部署这种大语言模型，我们主要是用到两个项目，一个是这个 Ollama， 就是这个羊驼，它是一个通用的大语言模型的框架，但是它是一个命令行界面的程序，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，所以我们一般要配合一个网页的界面来使用。这个 OpenWebUI 就是一个比较常用的网页界面，它使用起来的体验是和我们使用 ChatGPT 差不多的。简单的说， Ollama 就是内核， OpenWebUI 就是界面。这种结构是比较符合 Linux 哲学的，就是每一个软件只干自己的事情，并且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。如果要实现一个比较复杂的功能，可能是需要 N 个软件配合使用的。这种情况和 Windows 下一个软件通常是大而全的是完全不同的，但是这种结构也给我们部署带来了麻烦。一般如果我们在 Windows 下安装这种大语言模型，通常都是第一步安装 Ollama， 第二步安装 OpenWebUI， 然后再进行一系列的设置，这个过程还是稍微有点麻烦的。今天老王给大家带来了另一种部署方案，就是如果你的服务器上有 Docker，我们可以通过一条命令来安装，不是忽悠你们，真的就是一条命令，而且支持 CPU、GPU。我们现在就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使用纯 CPU 的情况。我这里准备了一台甲骨文的机器，4核 24G 的。我们看一下能跑得动多大规模参数的模型。我们先连接一下服务器，大家注意，这里我做了一个端口转发，就是把服务器上的3000端口转发到本地的3000端口。至于有什么用处，我一会儿再说。下面我们新建一个目录，用来存放 Ollama 的数据。我们这次使用一个特殊的镜像，就是 OpenWebUI 和 Ollama 捆绑在一起的镜像。这样只需要这一条 Docker 命令， Ollama 的服务和 OpenWebUI 的界面就都部署好了。这个命令大家也不用自己去敲，我把它放到我的网站上。我们稍等一下。这个服务就运行起来了。从这个命令行我们可以看到 OpenWebUI 的服务跑在3000端口。还记得当时我们连接服务器的时候做了一个端口转发吗？没错，我就是把服务器上的3000端口转发到本地。这样我们只要在浏览器中输入 127.0.0.1 冒号3000就可以访问我们的 OpenWebUI 服务了。因为这个服务是在 HTTP 协议上提供的，它不是很安全，所以我们尽量不要把它暴露在公网。因为在 HTTP 协议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。如果大家有在公网部署的需求，我在后面会提供一种反带的方案。下面我们简单注册一个用户，测试一下。简单的设置一下界面。我们第一步是下载一个大语言模型。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模型的名字，我们可以到 Ollama 这个网站上来搜索。因为我们是使用纯 CPU 来跑，所以我们就找一个参数规模相对比较小的模型。别看我这台机器有 24G 的内存，但是我觉得 7B 的模型能跑得起来已经算是不错了。我们复制这个模型的名字到 OpenWebUI 的界面来下载。下载下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简单测试一下。我们来问它一个问题，吃健胃消食片能吃饱吗？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思考了36秒，终于给出了正确答案，只能说勉强能跑得起来。
下面我们就讲一下怎么使用 GPU 加速。由于我手里现在没有像样的显卡，我就拿 GPU 的 VPS 主机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今天我们使用 Watcher 的 GPU 主机，这也是非常老牌的 VPS 厂商了。它的特点是可以按小时计费，非常方便我们测试。网址我也放在我的网站上。我们可以看到 GPU 主机中有非常多的选择，你就是想用 H100 也是可以的。这里我们就找一个 A16 的计算卡，8G 显存的，给大家做一个测试。操作系统这里我们选择带有 GPU 标识的，这都是内置好驱动的，比较方便。这里我就选择乌班图 24.04。为了节省成本，我们可以把自动备份去掉。我们点击部署按钮。过一会儿，这个 VPS 主机就新建出来了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root 用户的密码，我们使用 SSH 进行连接。连接以后，我们执行下面的 Docker 命令。这里我们要注意，和仅使用 CPU 的命令相比，要多一个参数。我们使用这条命令进入容器，检查一下显卡的驱动是否正常。执行下面的命令，如果能显示出下面的内容，就说明驱动是正常的。我们还是按照前面的步骤，注册一个用户，测试一下。这回我们使用一个8B 的模型吧。我们还是问相同的问题。由于我们使用了一个配置比较低的机器，所以速度还不是特别快，但是已经比纯 CPU 要快不少了。这回用了24秒。下面我们来解决最后一个问题。现在我们的 OpenWebUI 是一个 HTTP 的服务，如果我们在内网用还可以，但是在公网上我们直接暴露这个端口不安全。我们也不能每次都用 SSH 做一个端口转发，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做一个 HTTPS 的反带。这里我就使用 KDE 给大家做一个反带。KDE 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 HTTPS 服务，它能自动配置 TLS 证书。我给大家写了一个配置文件，大家在使用之前，先在域名服务商那里做好地址的解析，然后我们把这个配置文件复制到 KDE 文件夹里。我们执行下面的 Docker 命令，这样 HTTP 的反带就做好了。我们稍等片刻测试一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开迪已经为我们申请了 TLS 证书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有一定的追求，也可以用一下容器编排工具。我把这个 Docker Compose 文件放到我的网站上，如果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。很久没有更新视频了，业务有点生疏，做得不好的大家多多包涵。如果大家觉得有用，欢迎大家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谢谢大家。